欢迎你来到咖啡屋，我是一彩。很多女人一到中年，第一个念头就是要遮肉，要显瘦，于是开始往紧身衣、收腰款靠拢，觉得那样才能收回年轻感。但现实恰恰相反，越是紧越显老，越是松越高级。你看这位68岁的北京姥姥，穿着宽松的毛呢外套，搭配直筒白裤，衣服松，但气场不松，轮廓大，但形不乱。那份自然与平衡，就是她的松弛哲学。上了年纪之后，我们的身体会有些变化，手臂多了肉，小腹隆起，背部略圆，这些都很正常。真正优雅的女人不会急着掩饰，而是懂得化解。北京姥姥的做法很高明，她从不和自己的身材对抗，她会选择宽松但有结构的衣服，让布料在身体上流动，而不是纠缠。若你也想穿出松弛气质，可以先问自己3个问题：这件衣服会卡肉吗？它有立体线条吗？穿上去我的呼吸顺畅吗？若答案是那就恭喜，你找对方向了。我们常说，同样的版型，不同的材质，气质天差地别。很多中年女人穿不出高级感，不是因为胖，也不是老，而是布料错了。比如这张图，左边那种厚厚的羊羔毛，蓬松感十足，看起来就像棉花糖。温暖是温暖，但膨胀感太强。而右边这位姥姥选择了挺阔的毛呢，厚度刚刚好，线条干净利落，这就是高级感的来源。面料要有支撑力，如羊毛，毛呢羊绒混纺，避免软塌，粘身的针织与加绒料。色彩上选雾面，中性色最显沉静。讲穿搭其实就是讲质地与光的关系。年轻人靠光泽显亮，我们中年人靠雾面显稳。雾光材质会让皮肤显柔，整体气质更温润。有些人穿宽松衣服看起来像披了床被，但这位姥姥却能在松中保持挺。关键在于她懂得用比例去塑形，她的上衣永远不会过长，要么是上短下长露出腰线，要么用同色系拉长比例，让松弛更有层次。当她穿紫色毛衣时，会微微把衣角塞进裤腰，不仅减少紫色在全身的面积，不会显得装嫩，而且整个人立刻显高3公分，显瘦5斤。那不是错觉，而是视觉的魔法。松要留空间，挺要留线条。当衣服有空气，女人就有气场；当比例有线条，身形就有节奏。很多人以为花哨的图案才能显时尚，其实错了。对中年女人来说，最贵气的美是线条干净，结构明朗。你看这组造型，左边的驼色大衣简洁明亮，大翻领加上挺版设计，让它看起来精神饱满。右边那件格纹套装用几何线条修饰身形，稳重中带着柔软。她的每一套衣服都像一句话：我不是要穿出年轻，而是穿出层次。这位68岁的姥姥之所以能穿出高级感，不是因为她买了多贵的衣服，而是她懂得平衡，松中有挺，柔中有骨。她的衣服不紧不绷，就像她的生活不慌不忙。那一份松，其实是对自我最深的自信；那一份挺，是她对生活的尊重。我们常听到很多中年女性说，我腿粗，我小腹大，所以我只能穿打底裤、紧身裤。但你发现没？这种想靠紧身掩盖的思路，反而会暴露全部缺点。而这位68岁的北京姥姥，就用一条条宽松的裤子，告诉我们什么叫不靠身材，靠线条，也能穿出高级气场。你仔细看她的每一套造型，裤子的腰线都很高。高腰不是潮流，而是一种修饰比例的秘密武器。我们亚洲女性的身体普遍是上短下长或腰身不明显，一旦穿中腰、低腰裤，
整个人看起来就像身体被一刀横切，显矮又显宽。但只要换上高腰设计，奇迹就出现了。腰线一抬高，腿自动加长，比例立刻翻倍。姥姥最常穿的裤型是高腰直筒裤或高腰阔腿裤，它们不仅遮肉，还能形成笔直的垂坠线条，让整个人看起来挺拔又精神。高腰线位置最好在肚脐上方3公分，上衣轻轻扎一角或选短版上衣，裤腰可以有设计感，压线、腰封、看边都行。这一抬腰线的动作看似小，其实是视觉的整形术。当你的腰线提起来，气场也跟着提起来。接下来这一点是大多数人最容易忽略的细节。很多人为了显瘦，喜欢把裤长拉长，甚至拖到地面。但你看，这位姥姥的裤子永远都控制在9分到10分之间，这样的长度刚好露出脚踝或鞋面，干净利落，重心上提。她懂得裤脚是气质的收尾，拖地的裤脚会吞掉气场，而略露鞋面的长度反而让整个人更轻盈。会呼吸的裤脚才能走出优雅的步伐。你再看她搭配的鞋子，要么是尖头鞋，要么是干净利落的靴子，这样的组合能延长腿部线条，强化身形的垂直感。这张对比图特别有代表性。左边这位女士穿的是紧身裤加厚袜靴，整体比例被压缩。右边这位姥姥穿的是直筒牛仔裤，线条笔直，自然流畅。结果一对比，右边显得腿细，身姿挺，整个人高了不止5公分。选裤有几个原则：一是臀部不紧，腰部合身，臀部要有一点余量，太紧会显得局促，太松又容易显胖。腰线刚好贴合身形，这样才能撑起整体比例，看起来利落又自然。二是大腿略宽，膝以下收敛，这是最显瘦的剪裁黄金线。大腿有余裕，膝盖以下微收，能完美修饰腿型，让整条腿在视觉上笔直又流畅。三是布料有挺度，不贴腿，选择有支撑力的布料，像毛呢，挺板棉质或厚棒西装料，它能自然垂坠修饰腿部曲线，走起路来轻盈又有气场，这才是真正高级的藏肉穿法。你会发现它的裤型永远都有支撑感，这种支撑不只是布料，更是一种态度。它不急着追流行，只穿让自己自在的剪裁。宽松裤搭配上衣时，最怕的是比例全乱。姥姥最会掌握节奏，上松则下挺，上短则下宽。你看她的搭配，粉色毛衣略短，搭配同色阔腿裤，而咖啡色宽夹克则搭配皮质阔腿裤。这种一宽一收的平衡，让整体造型更有呼吸。宽松不是乱穿，而是有重心。上身的视觉重点放在肩线、领口，下半身的重点放在线条与鞋面。你掌握了视觉焦点，就不会被衣服淹没。而且粉加粉，棕加棕，都有一种自然的流畅感。同色系的好处是不切割身形，延伸比例。对中年女性来说，这就是最安全又显瘦的搭配技巧。春秋可选奶茶色、烟粉、燕麦灰，冬天选驼棕、酒红、深蓝，尽量避开黑白强对比，改用柔和过渡色。很多人一提到大妈卷，脑中立刻浮现满头小卷，密密麻麻，头发碰起来像朵花，再加上一点红棕或酒红发色，看起来很有年代感。可是这位68岁的北京姥姥却用同样是大妈卷的发型，烘托出一种法式松弛、英伦气质般的高级感。两张对比图一放出来，你立刻就懂了。左边那位卷度太密太紧，看起来整个人有点浮躁；右边的姥姥卷度松，层次分明，
发丝像在呼吸，那不是老气，而是一种岁月的柔光。年轻时我们追求直发的利落，但年纪渐长，脸部线条会变软，这时候直发反而容易显得垂塌没精神。你看姥姥的发型，卷度集中在发尾与两颊边，上方的发根蓬松但不炸，发丝轻轻掠过脸侧，像一层自然的滤镜。这种柔和的波纹感既能修饰脸型，又能增加气场，甚至不用化浓妆，只要这样的发型就能瞬间显精神、显气质。卷度最好控制在大波浪加微曲之间，发根须有支撑，不贴头皮，发尾向外轻翘，更显利落。每3个月微调层次，保持线条感，柔而不揪，松而有序才是气质的关键。这组对比赵真是典型，左边的夸张染发、亮红、深紫，加上闪亮夹饰，确实显眼，但也让人只看到发型，看不到人。而右边的姥姥用的是低饱和的深棕茶色，搭配自然光时会透出温柔的光泽，那种颜色就像她的气场，不张扬却让人移不开眼。低调的发色能中和皱纹的存在感，让皮肤显得更干净明亮，而且它不会跟衣服争风头，反而衬托出整体穿搭的稳重与和谐。一彩颜色建议，若你肤色偏黄，可选栗棕色、黑茶色；若肤色偏白，可选深咖啡、可可棕；若气质沉稳型，建议雾棕加低光调染，让发丝更有层次。我们常说，女人过了50岁，要学会非检颜色废。颜色越少，气场越干净，发色越柔，脸部的情绪就越温和。这位姥姥的发型从来不油、不乱、不垂，即便风吹过，她的发丝也仍旧保有空气感。那份干净其实是她每天的小坚持。她懂得用轻柔的定型喷雾维持蓬松感，而不是把头发用发胶固定得像塑胶，这样的发型看起来不仅完美，却特别有呼吸感。中年女人的发型千万别追求完美，要追求松中有序，发顶微蓬，发尾有层次，脸边留空间。因为真正的气质不在发丝服帖的那一瞬间，而在风吹动它时那份自然的流动。有些人问，她为什么烫飞大妈卷翡还不俗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她没有用力过猛，她接受自己的年纪、皱纹、眼角的柔光，所以那个卷发不是掩饰，而是一种态度。那头自然的微卷，就像她的人生哲学，有纹理，有层次，有方向。她的发型干净不油腻，她的笑容轻松不做作，那就是岁月给她最美的皇冠。我们常说松弛感，可很多人一松就变随便，一随便就变邋遢。而这位68岁的北京姥姥却能在松弛中穿出贵气，在自然里穿出格调。她的每一套衣服看似不经意，却经得起细看。那种刚刚好的气质，不是靠花哨堆出来的，而是靠留白、比例与节制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位姥姥几乎不玩撞色穿搭，她最爱用的技巧就是上下同色。同色穿法看起来简单，却是最不容易出错，又最显气质的组合。当全身是同一色系时，视觉就会被拉长，身形自然显高显瘦。这也是为什么她即使只有160公分，看起来仍然挺拔优雅。若怕单调，可选择深浅有层次的同色系，比如上浅下深或上雾下亮，让颜色之间像是呼吸而不是撞击。这样的穿法不用炫技，却让人一眼就觉得它干净有品。很多中年女性不敢用颜色，怕显老，怕突兀，但你看姥姥，她用色从不乱，却又巧。她懂得彩色不应该主导，而是陪衬。比如全身是米白或灰色调时，只需在脖子间系上一条彩色围巾或者披肩，
芥末黄、橄榄绿、酒红、焦糖棕，立刻让整个人亮起来。这种点缀是视觉的提神剂，不夺主，不突兀，却能让人注意到它的气色，它的微笑。一彩建议冬天用暖色围巾，芥末黄、棕红色，春秋可换成柔雾色，奶杏、灰粉、雾蓝。若不洗围巾，也可改成胸针、小丝巾，效果同样好。有品味的女人不怕颜色，只是懂得用它提气，而不是抢戏。很多人到中年后特别喜欢堆饰品，耳环、项链、戒指、胸针、丝巾一起上阵，结果不是显贵，而是显乱。姥姥最聪明的地方在于，她永远只带一件主角级配饰，有时是一条细细的金链项链，有时是一副框线分明的眼镜。这些配件不喧宾夺主，却让整体更完整。一彩建议一次穿搭中饰品不超过2件，金色配暖肤，银色配冷肤，小而精致才是成熟女人的品味底线。配饰不是装饰，是态度。你戴什么，其实就是你在对世界说，我知道自己想成为谁。有的人穿衣像写满字的纸，从上到下都在表现，而姥姥的穿搭就像诗流白多，节奏慢，呼吸足。她不追求层层叠叠，而是让衣服之间有空气。上衣不贴身，裤脚不紧绷，围巾、包包、手表都刚刚好。那种穿搭的节奏感就像她的人生，不急不挤不吵。穿衣就像写书法，留白才有呼吸。人生也是，留白才有格局。说了那么多，你会发现这位北京姥姥的穿搭没有任何惊人之处。她不炫富，不露肉，不追潮流，但每一次出现都让人想多看一眼。原因很简单，她干净，衣服干净，线条干净，气场干净。她的整体感让人舒服，不是要惊艳谁，而是成全自己。这就是中年女人最该学的穿搭态度，不讨好，不刻意，只要干净、自然、有气度。那不是因为她穿得多特别，而是她整个人都在自己里。不紧，不忙，不媚，不惧。她的松弛不是懒散，她的高级不是用钱堆出来的，她的优雅是一种岁月的体面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穿衣是为了取悦别人；30岁后，穿衣是为了展示自己。但到了中年，真正的智慧是穿给心情看。这位姥姥从不急于装年轻，她接受自己的松弛，也拥抱自己的年纪。她说过一句话我特别喜欢，我不想再年轻，我只想每一天都自在一点。你看，她的每一套穿搭都在说这句话。松衣宽裤不是掩饰身材的退让，而是对自己的体谅与理解。那种不对抗岁月的气质，反而让她比很多年轻人更轻盈，更自在。真正的气场不是衣服上的 logo， 也不是那双限量的鞋，而是那份我不慌的姿态。这位姥姥每次出门都慢慢走，拿包的手姿，转头的角度都像是有节奏，不是刻意练的，而是她真的不赶时间。她的眼神里没有比较，她不会说她穿得比我年轻，也不会焦虑这件显不显胖。她穿的每一件衣服都像是对世界的一种回答。我活得舒服，就是我最大的时髦。我们总以为优雅是技巧，其实它是态度。姥姥每天都会精心打理自己，不赶着出门，也不急着追剧。她会慢慢擦皮鞋，轻轻烫衣服，还会在镜子前整理一下发尾的弧度。她说，我喜欢每天都干净的见人，不为谁，只为我自己。这句话我听完久久没说话。那一刻我明白了，女人的高级感不是穿成谁的样子，而是穿出自己从容的节奏。这位姥姥
教会我们的3句穿搭哲学。一松是懂得放过自己。女人一生中最该学的不是撑着，而是松开。衣服松一点，心也就宽一点。不再逼自己完美，不再和年龄较劲。当你开始懂得留白，你会发现人生其实更顺更美。色柔是学会温柔对世界，颜色是情绪的语言。你越温润，世界对你就越柔软。那些燕麦、奶杏、灰蓝的色调不是退让，而是一种从容。它们让你在人群中不喧哗，却让人一眼就想靠近。3是行直，是女人的骨气。不论年龄多大，都要记得抬头挺胸。那条笔直的身线不只是仪态，更是你的尊严与气场的轮廓。人会老，但姿态不能塌。一个站得挺的女人永远都有光。人老不是错，放弃自己才可惜。年龄带不走你的风度，只要你愿意，每个阶段都能有光优雅。不是年轻的专利，而是懂得让岁月开花的能力。当你开始接受自己的一切，皱纹会变成故事，松衣会变成风度，而你就是那个让岁月都愿放慢脚步的女人。这世界对女人总有太多标签，可我想说，不管你几岁，在哪里穿什么，只要你还愿意微笑，愿意打扮，愿意爱自己，岁月就永远是你的朋友。就像这位68岁的北京姥姥，她不年轻，但她闪闪发光；她不张扬，但她自带光环。女人最美的样子，不是20岁的皮肤，而是60岁的心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